人生在世，总会遇到运势的起伏，有高峰时的畅快，也有低谷时的失意。运势的波动就像四季的轮替，是自然的规律，无论身处哪个阶段，我们都无法逃避它的影响。周易作为古老的智慧宝典，传递给我们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面对不同的境遇，要学会因时而动，顺势而为。但在某些关键时刻，也需要鼓起勇气，逆流而上。顺应和抵抗看似对立，其实是人生两种必须的力量，帮助我们在变化中找到平衡点，走出自己的路。欢迎来到修心之源频道，在修心成长的路上，我们共同修行，不断探索。喜欢我的视频，请先点个订阅，自此修行不迷路。希望您种下智慧修行的种子，福德无量。当运势顺畅时，人们总是轻松自信，仿佛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然而，当运势低迷，事情却常常事与愿违，让人心生困惑、疲惫，甚至沮丧。此时，我们更需要一种独特的智慧，不是逃避现实，也不是一味挣扎，而是从容面对，找到合适的行动策略，在低谷中依然坚定向前。所谓随波逐流易，逆流而上难，在逆境中保持心态平衡，才是成熟的表现，也更能让我们从中成长。换个角度思考，运势不佳未必一定是坏事。正如有句话说，低谷是人生的磨刀石，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发现潜在的力量，也让我们更懂得如何在下一次高峰时更好地把握机会。低谷其实是一个隐秘的恩典，给了我们重新审视、调整的机会，让我们有时间冷静下来，看看是否需要调整自己的步伐，或者是否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应对环境的变化。所以，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们将一起探讨如何从周易的智慧中汲取灵感，学习顺应时势的柔韧与逆流而上的勇气，找到属于自己的应对之道。无论运势如何变化，拥有一颗平和的心，始终带着积极的态度，就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让我们一起从容走过人生的每一个起伏，把每一次挑战当作成长的契机，在顺势与逆流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顺势而为。听起来是一种顺其自然的选择，然而真正做到顺势而为并不简单。顺应时势不是消极的随波逐流，而是对环境和形势有着深刻的理解，并根据局势的变化做出灵活的调整。在周易中，许多卦象都教导我们如何识别外部环境的变化，教我们要像流水一样，能避险，能迂回，在时机不对时，懂得暂时低调，等待时机成熟时再行动。顺势的智慧在于看清风向，稳住步伐。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得到回报，但现实往往无法如愿。在运势低谷时，生活的节奏变得缓慢，事情的发展总是受阻，这个时候强行推动反而会适得其反。其实，运势的低潮往往给了我们一个隐秘的信号，可能这是我们需要慢下来，重新审视自己方向的时机。顺势而为，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学会灵活调整，学会放下不必要的执念，借势而行，还包含一个重要的思维，不必总是亲力亲为，而是学会借助外部的力量。在顺势的过程中，我们要善于寻找资源，或许是身边的朋友，或许是贵人的帮助，甚至可以是一次学习的机会。这些资源如同水流中的石头，可以暂时成为我们的支撑点，让我们在低谷中也能稳住心态，积蓄力量。人生如水，柔能克刚，在低潮时懂得借助外力而稳步前行，比盲目冲动更能帮助我们走出困境。运势低谷未必是坏事，它可能只是给了我们一个调整的时机，提醒我们放下焦躁，顺势而行。这种顺应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一种积极的调整和适应。每一次顺应的背后，都是对环境的深入洞察
和对自我的坦然接受。正如《周易》中所言，履霜坚冰至，学会识别霜的迹象，懂得未雨绸缪。当真正的寒冬到来时，我们早已做好了准备，坦然面对。顺势而为是一种智慧，但生活中有些时刻却需要我们逆流而上，迎难而上。逆境中真正的挑战往往不是如何避开障碍，而是如何在障碍面前坚定自我。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时候运势在低迷，我们也需要一份逆流而上的勇气，去坚持内心真正重要的信念，甚至为之付出代价。当我们选择逆流而上时，首先需要的是明确自己的核心信念。这些信念就是我们内心最坚定的准则，是即便面对压力和挫折，也不会轻易妥协的部分。有人说，当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任何困难都不再可怕。正是在这样的信念支持下，我们才有勇气在逆境中坚持，而不因一时的困境改变自己的方向。人生中有些事情是我们愿意坚持的底线，而这些底线并不随运势而动。在周易的哲理中，逆流而上不仅是一种勇气，更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智慧。比如，当你在低谷时遭遇外界的误解和质疑，内心的信念可以成为你稳住自己的锚，让你在风雨飘摇中不被轻易动摇。越是在逆境中，越要坚守内心最重要的东西，越要清晰地认识自己，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不要的是什么。逆流而上的智慧在于择时而动，不是逞一时之勇，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坚持的东西。就像登山者在攀登高峰时，明知道一路艰险，却依然坚持向上，因为心中有对山顶的执着信念。人生也是如此，当我们真正找到了内心的目标，就不会轻易因外界的阻力而退缩。逆流而上或许会让我们走得艰难，但这条路上却也蕴藏着最大的成长机会。每一次克服困难，都是一次自我突破。在运势低迷时逆流而上，还需要培养一种面对挫折的韧性。这种韧性不是简单的硬抗，而是懂得灵活调整，在承受压力时依然不轻易放弃。所谓韧性，就是在坚持中学习，在挫折中前行，在低谷时坚持信念但不固执己见，接受新的可能性。既可以在逆流中坚持核心，又不会被环境打垮。当然，逆流而上并不意味着要一味的抗争，它更多时候是一种选择性的坚持，是对真正重要之事的守护，而不是凡事对抗。因此，判断哪些方面该逆流而上，哪些方面可以顺应调整，至关重要。坚持一些真正有意义的目标，是让我们在风雨之中依然可以坚定行进的灯塔，而不随波逐流，不轻易迷失。所以，逆流而上不是逆天改命，而是一种守护自己信念的勇气，是一种在低谷中依然保有自我的力量。它提醒我们，不要因一时的困境而妥协放弃，而要坚守内心真正重要的东西，勇敢面对每一个挑战，顺势而为，逆流而上。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态度，其实在生活中并不矛盾，它们更像是两股互补的力量，让我们在不同境遇中能够灵活应对。就像周易中提到的中庸之道，顺势和逆流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在顺境时懂得乘风而起，在逆境时学会坚持内心的核心。拥有这样的心态平衡，才能让我们在起伏不定的人生中始终保持内心的安定与笃定。心态平衡的核心在于接纳和包容，学会接受人生的起伏，才能在顺境时不骄傲，在逆境时不灰心。人生总会有高低起伏，既然如此，我们何不抱着一种来者不拒，去者不追，敌从容心态呢？顺境时不必执着于永远停留，逆境时也不必陷入永不翻身。
的消极，保持内心的平和，就是给自己最好的底气。在运势低谷时，我们的情绪波动往往更大，许多人会产生焦虑、失望，甚至愤怒。这些情绪不仅无助于走出低谷，反而可能让我们看不清自己的处境。因此，情绪管理变得至关重要，试着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不要让眼前的困难蒙蔽了双眼。心态上的平静与从容，可以让我们更理性地分析当前的局势，从而做出更有智慧的选择。正如有人所说，冷静是最深的力量，能在低谷中保持冷静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有时候，我们需要给自己一个心态的缓冲区。当面对低谷时，不妨告诉自己，低谷只是暂时的，事情总会有转机。此时的顺势，并非是让自己随波逐流，而是通过接纳当下，找到安稳心态的方法。而逆流，则是一种坚定的信心，相信自己终将走出低谷。这种心态的平衡，让我们既不消极，也不过度乐观，而是抱着一种理性而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变化。顺势与逆流的智慧结合，最重要的是灵活二字。人生不是机械的程序，生活的每一步都充满变数，我们需要随时根据环境和心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应对之道。比如，当我们身处困境时，如果发现顺应时势有利于积蓄力量，就不要急住硬抗；而当逆流而上可以保护自己最重要的价值时，也要果断采取行动。顺逆之间的平衡，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判断，回到对自身价值和环境的真实认识上，在顺势和逆流中找到平衡，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自我修行。它不仅教我们如何行动，更教会我们如何看待人生的起落，懂得顺势的柔软，也能把握逆流的坚定。这样的心态，才能让我们在低谷中依然从容前行，在高峰时也保持谦逊。最终，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我们都能凭借内心的平衡与智慧，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所以，心态平衡的力量在于接纳变化，用开放的心态面对一切，既能顺应变化，也敢于逆流而上。我们不是在逃避挑战，而是在任何境遇下都能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力量，在顺势和逆流之间，始终不丢失自己，始终稳步前行。面对运势的高低起伏，光有哲理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实际的策略，帮助自己在低谷中找到前进的方向。这一部分，我们将探讨一些具体的应对方法，来帮助自己在低谷时评估形势，调整策略，让顺势与逆流的智慧真正落到实处。第一步，评估当前处境。无论是顺势还是逆流，都要基于对当前处境的清晰认知。我们常听人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运势低迷时，这种知己知彼尤为重要。在低谷时，不妨花点时间对现状进行评估，看看当前的困境来源于哪些因素，是外部环境的变化，还是自身的短板所致，是暂时的瓶颈，还是需要长远的调整。只有对困境有了深入的了解，才能做出最合适的应对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通过记录或自我反思的方式梳理问题。有时外部环境的阻碍只是暂时的，这时顺势而为可能是最明智的选择。而如果发现困境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自身技能或资源的欠缺，那么可以考虑是否需要在低谷中逆流而上，主动提升自己，以求未来能够更好地应对类似的挑战。第二步，设定短期和长期目标。低谷中前行，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停滞不前，设定一两个切实可行的短期目标，能让我们在低谷中找到成就感，同时也为逆境后的翻身积蓄力量。短期目标不需要太大，比如提高某项技能，完成某个小任务，或是结识新的伙伴，扩展资源网络，都是能给自己
带来积极影响的具体行动，同时也不要放弃对长期目标的展望。长远的愿景如同我们在黑暗中前行时的灯塔，让我们即便身处低谷也不会迷失方向。短期目标让我们在当下稳步前行，而长期目标则在低谷之外为我们指引方向。这种双重目标的设定使得我们既能顺势接受低谷期的现实，又为逆流而上做好准备，一旦机会出现便能迅速行动。第三步，制定灵活的应对计划。人生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不确定性，因此在低谷期的行动计划制定应对计划时，可以为自己预留一些弹性空间，允许自己根据局势的变化及时调整策略。这样即便外部环境继续恶化，我们也能从容应对，不至于因计划受阻而一蹶不振。比如在制定行动计划时，可以列出不同的选项方案，如果顺势的方向出现突破口，就可以马上投入新的机会中。如果外界条件依然艰难，则可以考虑专注自我提升或积累经验，等待更好的时机。灵活的应对不仅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更是为了在每一次选择中让自己拥有更多的主动权。第四步，寻求支持与资源。低谷时我们往往感到孤立无援，而事实上寻求他人的帮助或资源支持常常能帮助我们突破困境，顺势而为。不仅是依赖自身的智慧，也包括懂得利用外部的助力。在低谷时我们可以主动寻求支持，无论是家人、朋友、导师，还是社交网络中的行业专家，这些人都可能为我们带来新的视角和帮助。与此同时，低谷也是扩展资源的好机会。有时运势不佳并非坏事，它可以让我们暂时脱离固有的轨道，去探索新的路径，结识新的资源。这种借力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在低谷中减少压力，并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成长机会。正如一句话所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低谷时，有时候一份小小的支持便是改变整个局势的契机。第五步，保持行动力和积极心态。运势低迷时最难做到的往往是保持积极的心态和持续的行动力。然而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进步，积累起来也会带来显著的变化。即使环境暂时没有好转，坚持每天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持续的往前走，也能逐渐改变自己的心态，带来内心的力量感。积极的心态更像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它让我们在低谷中不至于被挫折打倒，而是始终看到生活中的光亮。生活有起有落，但持久的行动和乐观的心态可以让我们在低谷中依然保持一种向上的姿态，去等待或创造更好的机遇。顺势而为是一种灵活的智慧，逆流而上是一种坚定的勇气。在应对运势低谷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灵活应用这两种智慧，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方向，同时保持心态的平衡。低谷不是终点，而是一段积蓄力量的时期。只要我们用心规划，灵活应对，积极行动，低谷终将成为我们下一个高峰的基石。理论上的道理虽有启发，但只有与真实生活结合，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顺势与逆流的智慧。这里我们从一些经典的案例中，看看在不同的人生处境下，人们如何运用顺势与逆流的智慧走出困境，收获成长。姜太公钓鱼的故事可能是顺势而为的最佳例子之一。相传姜太公以钓鱼为名，耐心地等待时机。他钓鱼不用钩，只用一根直钩垂在水面，嘴里说着愿者上钩。这种看似无所作为的方式，其实蕴含着一种深刻的顺势哲理。他知道自己还未得时机，急于求成只会事与愿违，于是选择静静等待，顺应当下的境遇。姜太公的等待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一种有意识的叙事。经过漫长的等待，
他最终遇到了周文王，被重用，得以施展抱负。这个故事启发我们，在运势低迷或时机未到时，顺势而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一种智慧的叙事，是对未来机会的耐心等待。顺势的智慧是一种低调的力量，在看似无为的等待中，我们实际上是在培养耐性，积累经验，为未来的机会做好准备。乔布斯被自己创立的公司苹果解雇的故事，曾激励了无数人。这一事件对他来说，无疑是人生中的重大打击，也是运势的低谷。然而，乔布斯选择了逆流而上，他没有因此失去信心，而是继续追求自己的理想，创立了 Next 和 Pixar 公司。正是这种坚持，让他在技术和创新上积累了更多经验，最终使他重返苹果公司，并将其带向新的辉煌。乔布斯的故事告诉我们，逆流而上不仅仅是一种不服输的态度，更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执着坚持。他在逆境中依然坚持对创新的信念，甚至在低谷中走出更远的路。运势低谷是重新出发的起点，低谷中的坚持往往能为未来带来更高的峰值。他没有被暂时的失败打倒，而是将它当作一次重生的机会，用逆流而上的韧性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光芒。无论是姜太公的无畏而有畏，乔布斯的逆流而生，这些故事都在向我们展示顺势和逆流的智慧。顺势而为，不是放弃自我，而是在等待和适应中积蓄力量。逆流而上，不是对抗环境，而是对自我信念的坚持。人生的道路上总会有起伏，我们可以从这些故事中获得启发，在面对运势的低谷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应对方式，在顺逆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方能坦然面对起伏，活出真正的从容。每一次的低谷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只要我们懂得顺势的柔韧与逆流的坚定，就能在人生的起伏中走出自己的独特轨迹。顺势而为与逆流而上，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概念，其实是生活中不可分割的智慧。它们既是应对人生波动的策略，也是内在修养的体现。顺势是对外界变化的包容，逆流是对内心信念的坚守。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运势的高低起伏，关键在于如何找到顺逆之间的平衡，让自己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都能够从容面对，稳步前行。在顺境中，顺势而为，让我们在迎风而起的同时，懂得谦逊与节制，不因一时的成功而过分自满。顺势让我们随时保持对环境的敏感，懂得根据形势调整自己，尽量避免因过度冒进而失去平衡。顺境时不忘初衷，谦虚谨慎，是一种智慧。低谷时不失信心，脚踏实地，更是一种修行。而在低谷时，逆流而上的勇气显得尤为可贵。人生的低潮未必就是坏事，它往往能帮助我们深入反思，了解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真是内心最重要的价值。低谷是人生的磨砺，让我们从内到外更为强大。正如古人所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运势的低迷是锻炼我们的韧性和信心的时机，越是艰难，越是需要我们以坚定的步伐逆流而上，保持信念。顺势而为与逆流而上并不冲突，它们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两者相互结合，才能让我们在波动的人生中找到安稳的力量。我们需要在顺势中找到柔韧的力量，接受不可改变的，灵活适应新的环境，也需要在逆流中发现内心的坚定，守护那些不能妥协的信念。只有懂得在顺逆之间找到自己的平衡，我们才能在任何处境中找到从容和坦然。在接纳顺势与逆流这两股力量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学会了如何调节自己的心态，如何在失意时依然保持平和，在得意时依旧谦逊。顺势逆流皆为心之所用，我们真正要学会的是用平和的心态面对人生的每一个起落，
不因顺境而轻易膨胀，不因逆境而轻易放弃。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从容，一种历经风雨后的自信与安稳。生活不会总是顺风顺水，运势也不会永远低谷，但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始终有掌控自己心态的能力。顺势也好，逆流也罢，只要我们内心不被外界轻易动摇，就能够坦然面对一切。就像一艘在海上航行的船，遇到风浪时懂得灵活调整航向，遇到平静的海面时更会加足马力前进。只要我们始终把握住方向，不迷失自我，便能驶向自己想去的港湾。有缘的朋友，感恩你能看到这里。若今日的分享对你有所启发，请随手点个赞，以此回应，留下一句顺势而为，共鸣心灵。愿众生早日觉悟，平安喜乐，圆满自在。尚未订阅的朋友，欢迎点击右侧订阅，与我们结下更深的法缘。愿你随手转发，弘扬智慧，传播善行，功德无量，福慧双增。